是我看过的一部最有深度的电影。一名精明的高富帅被一群社会底层骗得体无完肤，他曾经信任的朋友、深爱的妻子，都成为了一场惊天阴谋的主谋。只有他一直嫌弃的母亲，最终用生命拯救了他。这个名叫克莱的富二代，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换心大手术。手术初始麻醉，却意外出了问题。克莱看似紧闭双眼不省人事，实际却意识清醒。他的身体感受着手术刀的每一次划过，那种从心头涌起的凉意与恐慌，让他生不如死。然后他亲眼看着医生用电锯划过他的胸腔骨头，再直接挖走他的心脏。他心中无尽的痛苦与绝望，想要拼命呼救，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，更无法有任何动作。这一切，主治医生都不知道，依旧继续着这令病人痛苦万分的手术。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麻醉醒觉，极为罕见，但也会有倒霉蛋碰到。克莱就是其中一个倒霉蛋，他清醒地感受着痛苦，却又无法摆脱这种无尽的折磨，仿佛眼睁睁看着自己慢慢死去，却又无能为力。而他的爱人则正坐在手术台旁，满脸的冷漠与不耐烦，不断催着医生赶紧把他弄死。克莱是出了名的富二代，却因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而需要换心。然而他的血型太过罕见，一直未能找到匹配的心脏。他的母亲也专程为他请来了顶尖的外科医生，但克莱却像个叛逆期的孩子一样，根本听不进父母逆耳的忠言，坚持非要最好的朋友特伦斯主刀。特伦斯虽然曾因手术失误导致3名患者死亡，但克莱仍坚信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对于这样情大过天的克莱而言，他注定会输得一无所有。为了这个决定，他与母亲几乎闹翻。可他从未体谅过自己的母亲。作为一个出身显赫的富家子弟，他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在。他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已离世，而庞大的企业重担都压在了他母亲一人身上，这导致他形成了强烈的控制欲，让他倍感压抑，也让他觉得母亲的爱都只为控制他。于是，一次偶然的邂逅，母亲美丽的女助理萨曼莎令他的生活有了新的色彩。萨曼莎不仅在生活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更在心灵上为他提供了巨大的慰藉。她像一颗味道独特的糖果，瞬间就与克莱的叛逆不谋而合。然而，面对豪门家族的复杂关系，他们的关系始终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升华，只能偷偷的幽会。克莱不敢让母亲知道自己的女友竟是他的助理，而萨曼莎也假装大气的承受了这一切。果然，日久见人心，萨曼莎内心的欲望渐渐难以压制，她最终提出了分手来以退为进。看着心爱的女友泪流满面，克莱心痛不已。当晚，克莱就带着她去和母亲摊牌，并试图说服她接受2人的关系，但母亲却坚持认为自己比她绝对更懂女儿。萨曼莎只是贪图她的财富，她恨不得撬开克莱的脑袋来让他清醒。双方不欢而散后，克莱一气之下带着萨曼莎转身离开。他让好友特伦斯迅速联系了牧师，在教堂为女友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。终于，萨曼莎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富二代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好消息也传来，医院终于找到了与克莱相匹配的心脏供体。不久，他作为医生的挚友特伦斯就为他安排了手术。在术前准备中，母亲却带来了光头叔，一个克莱事先不知情的权威医生。这位医生与特伦斯也都认识，为了确保克莱的安全，不让这个医术差到离谱的特伦斯来主刀，两人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，互揭老底，谁也不让谁。但尽管他们竭力劝说，克莱却像被下了蛊一般，非要让特伦斯担任自己的主刀医生。母亲为他付出的再多，都比不过一个他自以为好的朋友。在即将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，萨曼莎温柔地安慰他，还与他畅谈未来的美好。然而，克莱并不知道自己正身处一场巨大的阴谋中。如果不是因为医院临时更换了麻醉师，而这位新麻醉师又是个喝麻了才来的酒鬼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晓自己为何死不瞑目。克莱此刻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，任人摆布。他已被切开腹部，医生正在取他的心脏。原定的麻醉师因故缺席，医院无奈只得找来一位替补，一个刚喝了2两的麻醉师，刚刚好导致麻醉出现了意外。尽管克莱的身体被束缚在手术台上无法动弹，但他的意识却异常清醒。手术刀一点点划开他的胸膛，他一边忍耐着痛苦，一边集中注意力试图减轻不适感。他努力地回忆起着和女友共度的美好时光，以此来分散一些注意力。尽管麻醉失效，但克莱却仍抱着一丝希望，只要手术成功，他就还是可以和爱人走向幸福的未来。手术看似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临时麻醉师见手术进行的还不错，便偷懒离开了手术室。然而，就在他刚踏出手术室的一刻，特伦斯与助手就停止了手术动作。原来特伦斯认为那位麻醉师在监视他们，而助手则安慰他不要疑神疑鬼。其他医生也在议论着，我们现在只需要在心脏上注射1针，再放进去即可结束这一切，他就会手术成功，然后慢慢死亡，不会有任何人发现，更不会有人会因此坐牢。这些言语仿佛打破了所有禁忌与道德底线，让克莱瞬间惊呆。他内心深处涌现出疑惑，他们是要在这时候杀了我吗？在3人的对话中，克莱竟得知好友特伦斯与医疗团队其他成员相互勾结，打算在手术中杀死自己。克莱不解这究竟是何原因，他可是自己视若知己的好兄弟啊！为了求生，克莱竭力唤醒自己的意识，他拼命挣扎，像溺水的人抓到水草一般。忽然，他就恢复了行动。他迅速摘下遮住双眼的纱布，惊恐地环视四周，甚至能触摸到手术的疤痕。当他毅然拔掉氧气管，尝试坐起身来时，
他的身体竟然不像是刚刚做过手术那样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，身旁的医生也并未阻止他的行动。克莱转过头，却发现自己还躺在手术台上。原来他的灵魂只是暂时离开了身体。他果断地走出手术室，他发现迎面而来的特伦斯正与他身旁的自己对话。克莱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回到了手术开始之前的时间点。当特伦斯从他身边经过时，他的眼神因为刚才的一幕变得犀利起来，愤怒的同时也感到十分困惑。特伦斯的动机究竟是什么？他凭借自己的直觉察觉到这个事件的背后绝对有巨大阴谋。为了弄清这一切，克莱跟随特伦斯进入了手术室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他意外地看到了自己的新婚妻子萨曼莎，他竟然还讽刺地在对手术指手画脚。可他明明不是医生，此刻为何穿着白大褂在这？最终，克莱发现了特伦斯和萨曼莎的丑事。原来他们和起火来想谋他的财，害他的命。特伦斯因连续3台手术失败、离婚和房贷等压力，背负了巨额债务。为了还债，他将目光投向了富二代好友克莱。于是特伦斯动员了整个医疗团队，为克莱精心打造了一个定制版阴谋。他先令助手改名为萨曼莎，巧妙地接近了克莱，而后想尽一切办法刺激克莱和他结婚。紧接着，他随便地找来一颗心脏，告诉克莱找到了合适他的心脏供体。他的计划是，只要克莱在手术台上身亡，萨曼莎便可以妻子身份合法继承他的丰厚遗产，而特伦斯也能分得一大笔钱。听到这一切的克莱留下了绝望的眼泪。他的至交好友将他当傻子一样玩弄于股掌，而自己长久以来与萨曼莎那坚贞不渝的爱，也都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。他就是那个跳梁的小丑，还拒绝了唯一真心救自己的母亲。此时，冷漠的萨曼莎正催促着特伦斯加快行动，而特伦斯正在取出克莱的心脏。克莱的灵魂此刻痛苦抓心，脑干万分后悔，为什么他会愚蠢到怀疑母亲的爱？如果当初听从母亲的劝告，或许就不会落到如此地步。他终于明白，真正爱自己的人只有母亲，但一切已无法挽回。此时，克莱的心脏已被取出，而一颗带有毒药的心脏正要被植入他的身体。亿万富豪被新婚妻子设计害死，连心脏都不给他留。有毒的心脏一旦成功植入，那一切将尘埃落定。可这一切的主谋竟然是他视为挚友的特伦斯。也许是良心发现，在关键时刻，特伦斯有一丝犹豫，似乎是有点不太忍心真的杀死好兄弟。而此时，克莱心爱的萨曼莎却显得极其不耐烦。他拿出预先备好的毒药，强行塞到特伦斯手中。萨曼莎已经急不可待的想要让克莱快点死去。特伦斯虽然也有些震惊这女人的无情与狠毒，但事已至此，他也已无路可退，只能将毒药注射进新的心脏中。见大功告成，萨曼莎才满意的离开。看到萨曼莎绝情的背影，特伦斯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他确实是真心爱你的。”可萨曼莎却说：“他都不认识真正的我，爱什么爱啊！”听到深爱的人这样的真心话，克莱的灵魂疼的都快要碎裂开来。他的思绪被带回到与萨曼莎共度的甜蜜时光，脑海中浮现出他那令人心动的眼神和他们曾经共度的点滴回忆。克莱难以置信这一切都是虚假的，可事实却是真的不能再真的残酷。此时，克莱看到萨曼莎从手术室走了出来，他的表情自如切换从得意到焦急，还不忘安慰自己的母亲。看到这一幕，他想着女友曾在自己面前假装出来的笑颜如花，真是恶心到想吐。克莱的内心被生的渴望召唤，他的灵魂迅速奔向手术室，然而他的肉体最终未能活过来。克莱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，回到了家中，静静等待死亡的到来。然而一束光芒突然出现，他竟然看到了自己的母亲。可是只有灵魂才能看见灵魂，这表明母亲现在的情况也十分危机。他对克莱说：“你会活下去的，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，毕竟女人才最了解女人。”原来在医院，母亲就发现了萨曼莎十分不对劲。她又不在医院工作，却闭着眼都能教别人如何解决自动售卖机的故障，还有医生过来和她闲聊。母亲的直觉告诉她，这不是简单的巧合。在仔细思考后，她趁萨曼莎离开时偷看了她的包，发现里面装满了寄往这家医院的信件。结合萨曼莎对医院的熟悉程度，聪明的母亲断定她一定曾在这家医院工作过。当特伦斯宣布手术失败时，她更在心中坚定了这个猜想。然而，虽然母亲猜对了这场阴谋，但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，克莱的生命也在飞速消失。手术虽未能成功，但得益于先进的体外循环设备，克莱的生机尚未完全消逝。从医学角度看，他的身体器官依旧健全，只需一颗适配的心脏，便有可能重获新生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母亲毫不犹豫地拨通了信任的医生的电话，然后一边急切地描述着情况，一边慌乱地吞下大把药片。很快，特伦斯及其团队被迫撤离手术室，母亲的遗体被推入了手术室内。原来母亲为了救活儿子克莱，竟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心脏。发现阴谋败露，几人试图逃离现场，好在警察已封锁了医院出口，两名助手在踏上电梯前便被逮捕。萨曼莎试图推责于特伦斯，但特伦斯反手将这个狠心的女人锁在门外，并拿出沾满她指纹的注射器。无论他如何求饶，特伦斯都拒绝开门，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罪责。
他选择留在办公室内等待警察的到来，而萨曼莎则在逃跑过程中被警方制服。另一边，母亲与克莱的灵魂用力的拥抱告别。当他转身离开时，移植的母亲的心脏开始跳动，这是克莱带着母亲的期望和爱意的心声。不一定父母的每一句话都要奉若圣旨，但在面对人生重要抉择时，我们还是应当多考虑一下父母的建议，不要总是觉得父母顽固不理解自己。要知道，父母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用生命来爱我们的人。